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航空公司打死也不说的秘密权益。对许多年满60岁的朋友来说，搭飞机不仅仅是一种交通方式，更是一段需要安心与尊重的旅程。您可能不知道，其实有许多银发族专属的隐藏福利早就存在于各大航空公司的制度里，只是从来没有人主动提醒您去使用。安静的优先登机，额外的免费行李、机票折扣，甚至在对的时间报到，还能享受免费升等路期，这些通通都是属于您的权益，而不是航空公司额外施舍的恩惠。但遗憾的是，不了解这些的人一次又一次的错过福利，白白花了不少冤枉钱。现在就让我们揭开这8大秘密，帮助长者朋友们省钱、舒适又安全的飞行。首先要强调一点，主动询问就有机会享受隐藏服务。许多空服员和资深地勤人员都透露，只要您在订票或办理登机时开口多问一句，请问我们这种60岁以上的长者有没有什么特别服务或优惠，往往就能换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航空公司不会大肆宣传这些权益，因为如果您不知道，他们就乐得省下成本或额外收费。然而，一旦您开口，他们通常不会拒绝以明文规定该提供的协助。记住，这些优惠都是您应得的。接下来我们就一一说明。1. 免费或折扣选位，不用再花钱挑座位。现代航空公司常常对选择座位收取额外费用，经济舱想选个靠走道或靠窗好位置，都得加价购买。然而，银发族旅客其实有机会免除这笔开销。许多航空公司在其内部规定中都有提到，若是年长乘客或行动不便的旅客，他们可以在订票时或起飞前优先安排合适的座位，而且通常免费或以折扣价提供。您只需要在订票时注明自己的年龄身份，或是打电话给航空公司的客服，表明我今年已经60多岁了，希望能选个上下机方便的座位。航空公司往往会体贴地帮您预留靠近走道、洗手间或前排的座位，这些位子方便您起身活动，也更靠近洗手间，非常适合长者。在机场办理报到手续时，也别忘了再次确认座位需求。如果网络值机没有选到好位置，柜台人员通常会尽力帮您调整到更舒适的区域。有些长途航班还有附加腿部空间较大的加长腿空间座位，价格不菲。但如果班机并未客满，您主动说明长时间坐下对腿部血液循环有影响，地勤人员经常愿意免费或以较低的费用帮您安排到这些位置上。总之，别再傻傻花钱买位了，只要提前说明您的需求，善用长者身份的便利，多数情况下您都能免费坐到更好的位置。航空公司不说，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下次记得大方提出，为自己争取这项权益。2. 专属报到与快速通关，不必大排长龙。年纪大了，最怕机场里久站久等。其实许多机场和航空公司针对长者都有提供优先办理登机手续和安全检查快速通关的服务。举例来说，有些航空公司在主要机场设有长者或行动不便旅客的专用报到柜台，不需要和年轻人一样大排长龙。在香港国际机场，就有航空公司提供银发族专用的报到柜台，让长者旅客更快拿到登机证，托运好行李，节省宝贵体力。如果出发机场没有明显的长者专柜，也没关系，您可以主动向地勤人员表明，我行动比较慢，能否协助我快速办理登机。通常柜台人员会热心地邀请您到队伍前方，甚至带您到商务舱柜台优先处理，减少等候时间。拿到登机证后，接下来的安全检查和出入境关卡同样有诀窍。很多国家与机场其实都对长者开放了优先通道，您也许看过机场的无障碍通道或家庭旅客通道，那里通常也欢迎高龄旅客使用。如果现场没有明显标示，您可以礼貌地询问工作人员，不好意思，我今年高龄了，站太久会不舒服，是否能走优先通关通道？多半情况下，工作人员会点头同意，或者干脆直接带您从工作人员专用口通过安检。即使在没有设置特殊通道的机场，您也可以请求轮椅协助，由服务人员推您经过内部绿色通道，直接又快又省力。经过层层关卡时，您可能会发现身边大排长龙的年轻旅客一脸错愕，怎么您说走就走，无需久等？搭场这就是长者快行权带来的便利，别不好意思运用这些资源，
您的时间和体力同样珍贵，这是航空公司应该为您提供的服务。3、优先登机与行李礼遇，上机下机更从容。许多长者朋友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登机时跟着大批乘客挤在登机门口，人潮推挤让人心慌，或者下机时费劲拿行李，步伐缓慢还怕影响后面的人。其实超过60岁的旅客完全可以避开这些麻烦，享受更从容的上下机过程。首先是优先登机的权益，几乎所有航空公司在开始登机时都会先广播邀请需要协助的乘客上机，包括行动不便人士、带婴儿的父母以及年长旅客。如果您平常没有特别注意，可能错过这个呼唤，下次请特别留意登机口的广播或标示。当您听到需要协助的乘客现在可以优先登机时，就勇敢地走向前出示登机证吧。有些国际航班甚至专门在头等舱、公务舱乘客之外再增加一批长者优先登机，让银发族提早上飞机安顿。提早登机的好处太多了，您可以不用匆忙寻找行李箱空位，空服员会有充裕时间帮您把随身行李放上行李箱，您也能优雅地找到座位坐好，避免在人潮中被碰撞或绊倒。相信我，当其他乘客还在排队时，您已经稳稳坐在座椅上休息，那种安心感是无价的。再来谈谈行李的隐藏礼遇。不少长者出门旅行，行李可能比较多，毕竟要带的药品、保健用品一样也不能少。托运行李重量超标了怎么办？其实许多航空公司对银发族在行李政策上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首先，轻便的辅助器具如手杖、折叠助行器等，依规定是不计入行李限额的，您可以直接带上飞机，或在登机口交给空服员协助存放，免费托运。再者，如果您的托运行李超出几公斤，地勤人员在知道您是长者后，往往有权酌情免收超重费。许多过来人分享，只要超重不离谱，比如超个2-3公斤以内，又是长者单独旅行，柜台人员通常不忍心让您现场打开行李减重，反而会在行李条上贴个 heavy 标签，就帮您放行，费用分文不收。另外，有些航空公司还提供行李优先服务给长者旅客，在行李牌上做特别标记，使您的托运行李在目的地会最先被送上行李转盘，减少您等行李的时间。在下机拿行李方面，如果您行动不便或提重物吃力，也可以预先向航空公司申请协助。抵达后会有地勤人员在登机口等候，推着轮椅或搬运车陪同您通关，并帮您提取行李，一直到接机大厅。如果您是自己旅行，又提着大件行李，千万不要逞强，请现场的工作人员帮忙，或利用机场提供的行李推车，他们宁愿为您服务，也不希望看到长者拉扯重物发生危险。总之，从登机到领行李，全程都有行李礼遇相伴，让您优先又省力。4、医疗协助与空中保健，旅途健康有保障。随着年龄增长，长途飞行对健康的挑战不容小觑。航空公司其实默默提供了各种医疗协助，确保银发族旅客的空中之旅安全舒适。首先，如果您本身有疾病需要特别照护，例如心脏装了支架，需要携带氧气筒，或是糖尿病需要按时注射胰岛素等，一定要在订票后提前通知航空公司您的医疗需求。航空公司通常会请您填写一份简单的医疗资讯表格，或者提供医生的健康证明。一旦备案完成，他们会在系统中标注您的座位和需求。接下来，不管是在地面还是飞机上，您都会获得相应的照顾。例如，有需要氧气的长者，空服员可以在起飞前就准备好医用氧气瓶，飞行途中定时为您供氧，全程免费提供，保障呼吸顺畅。如果您需要服药，空服员也能提供定时提醒服务，甚至可以准备温水让您服药。对于血糖需要控制的乘客，登机前只要提出要求，多数航空公司都能准备糖尿病餐或低盐养生餐等特殊餐点，让您按时在飞机上吃得健康安心。这些特别餐点通常比普通经济舱餐点更清淡营养，长者朋友不妨善加利用。同时，如果您有饮食禁忌，比如痛风不宜高普林食物，也可以事先要求清淡菜色，航空公司一般都愿意配合。在漫长的飞行途中，保持身体舒适是长者最关心的事情之一。
您可能担心久坐会导致经济舱症候群，如下肢血栓或者机舱干燥，导致血压、血糖波动。别担心，空服员其实受过专业训练，知道如何照顾银发乘客。只要您主动告知，我年纪大了，坐久了，血液循环不好，可能需要起来走动一下，他们绝对乐意协助。例如，每隔1-2个小时提醒您站起来活动筋骨，或带您在走道上稍微走一走。有些航空公司甚至会在长程飞行中播放简易的机上保健体操影片，您可以跟着做踝关节转动、抬腿等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如果您觉得机舱太冷或太干燥，也可以随时向空服员索取毛毯、热茶或开水。一般航班上毛毯、枕头都是免费提供的，长者更应善加利用，让自己保持体温舒适。此外，机组人员都受过急救训练，机上也备有基本的急救药品和设备。如果途中您觉得身体不适，务必及时通知空服员，他们可以帮您测量血压，提供简单的药物，例如止痛药、晕机药，甚至广播寻找机上医生协助。您的健康在旅途中是头等大事，不需要不好意思或勉强撑着，善用航空公司的医疗协助资源，整趟飞行才能更安心。5. 升舱秘诀：免费享受更高舱等的舒适。谁说坐经济舱的长者就注定得委屈？其实，如果掌握时机和技巧，长者旅客有机会免费升等，体验一把商务舱甚至头等舱的尊荣。航空公司不会明讲，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宁可让座位空着或升等给需要的人，也不愿意大肆宣传这一点，以免人人来要。那么长者升舱的契机有哪些呢？首先，如果当天航班的经济舱座位超卖，而高级舱等还有空位，航空公司通常会寻找合适的旅客升舱，以释放经济舱空间。常态而言，他们会优先考量里程、会员等级高的乘客，不过高龄乘客往往也在候补名单之列。特别是当您单独旅行且年事已高，航空公司反而更倾向于把您升到商务舱，让您有更好的照顾，顺带也减轻经济舱乘务员的负担。一位资深座舱长就透露过，曾经在班机满员时，把一位70多岁独自旅行的老奶奶从经济舱直接请到商务舱坐下，只因为看到她登机时步履蹒跚，需要更多空间和照顾。这些决定往往发生在登机口或机上临时通知，没有提前公告的。因此，掌握登机当下的机会非常重要。当您在登机口等待时，不妨主动向地勤人员关心询问，请问今天经济舱是不是很满？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年纪大了可以配合安排，暗示您愿意接受座位调整。这样一来，一旦经济舱真的需要腾出空间，工作人员很可能第一时间想到您。相反地，如果航班很空，经济舱有很多空位，那您也有福了。不妨礼貌地请求空服员，如果有可能，能否让我换到一整排没有人的座位休息？很多空服员看到长者乘客希望躺平休息，都非常乐意帮忙调整座位，甚至允许您在后排空出来的整排座椅上小憩。一趟10多小时的长途飞行下来，相信您会深深感激当初自己鼓起勇气提出了这个要求。除了临时的免费升等之外，还有些升舱小技巧也值得银发族参考。例如，尽量选择在人潮较少的非高峰时段或淡季出行，航班空位率高，被升舱或享受更加服务的可能性就更高。又或者，如果您正好在庆祝特别日子，比如生日、金婚纪念，不妨让航空公司知道，有时候空服员为了帮乘客庆祝，会提供惊喜升等或香槟蛋糕等礼遇，给您这位寿星公、寿星婆。当然，升舱从来不是强求而来的权利，但长者比起年轻乘客确实更容易得到这种优待。只要您肯开口争取，航空公司巴不得只给那些知道的人，而不会主动告知每个长者您有机会升等。毕竟位置有限，如果我们不说，这项权益就真的埋没了。所以下次搭机别忘了留意周遭座位状况，并适时提出要求，或许您就能免费享受到仿佛头等舱般的宽敞待遇。6. 贵宾室与中途休息，长转机也不怕。对很多上了年纪的旅客而言，机场转机等待是件麻烦事，几个小时的转机时间要在哪里休息？吵杂的候机大厅坐久了腰酸背痛，附近餐厅的椅子又不舒服。如果您知道善加利用航空公司的贵宾室、休息室资源，
其实长时间转机一点也不难熬。一般来说，贵宾休息室通常开放给商务舱、头等舱以及高等会员旅客使用，但长者也有机会免费或优惠进入。首先，如果您因为转机时间特别长，例如超过5小时以上，可以主动向航空公司询问是否提供长者的休息安排。有些航空公司会提供转机旅客的照护计划，包含餐饮券、机场旅馆折扣，甚至干脆发一张休息室邀请卡，让您进入他们合作的贵宾室休息。特别是在夜间转机、航班延误的情况下，航空公司更加愿意照顾年长乘客。过去就有案例，一位65岁的阿姨班机延误过夜，航空公司除了安排她入住机场附近饭店，还在第二天一早接她到贵宾室用早餐，休息直到登机，待遇堪比头等舱旅客。另外，如果您本身并非商务舱乘客，但飞行常客计划有累积里程，不妨看看航空公司的会员福利中有无和您年龄相关的优待。比如有的航空公司针对高龄会员提供全年几次免费贵宾室体验，或者允许会员携带父母进入休息室。如果您的子女是某航空公司的高等常客会员，别忘了让他们陪您一起使用休息室。很多休息室允许会员携带直系亲属免费进入，在那里您可以躺在舒适的沙发椅上，吃点清淡可口的自助餐食，还有干净的洗手间和安静的环境，比起在大厅苦坐可是天壤之别。如果自己没有会员身份，其实有些机场也设有付费贵宾室对公众开放，重点是许多信用卡或保险公司针对银发族有附赠这种服务。举例来说，一些银行的常青卡客户每年会赠送几次机场接送和休息室使用权给持卡的长者。有的高端旅游保险方案，长者投保后在班机延误时可报销休息室费用。因此在出发前，建议您向发卡银行或保险公司了解清楚，搞不好手中的卡片早就包含了免费使用机场贵宾室的权益，而您还不自知呢。总之，不管是透过航空公司还是其他途径，银发族在漫长的转机等待中绝对有办法找到一处清静角落歇脚。下次转机时记得善用这些资源，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养精蓄锐再乘机。7. 隐藏版敬老票价，机票折扣别错过。说到省钱，当然少不了直接减少机票开销。许多朋友以为飞机票价讲究公平原则，年纪大并不会有什么特别优惠，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其实不少航空公司都曾推出过银发族专属的优惠票价，只是这类消息常常埋在官网角落或限时推广中，若非特地查询还真不容易发现。比如美国联合航空就明确表示，在某些航线他们对65岁以上旅客提供折扣票。如果您在联合航空的订票网站输入乘客年龄超过65岁，系统就会自动搜寻并显示适用的优惠价格。同样的，亚洲的航空公司近年来也积极争取银发族旅客，陆续推出不少惊人的折扣。曾经在2025年，香港某家廉价航空为欢庆长者日，推出60岁以上老人单程票价港币6元的促销，吸引了大批长者们抢购机票圆梦旅游。虽然这类超低价活动通常限时限量，但也证明了长者市场的潜力和优惠空间。又比如台湾的中华航空，先前在加拿大地区针对60岁以上旅客推出过75折敬老票的专案，凡年满60岁从北美飞往亚洲指定航点都享有票价1/4的折扣。同一家航空在纽西兰也有银发族优惠，65岁以上的乘客购买豪华经济舱和商务舱还能享受9折优惠。不仅如此，大陆的航空公司更是玩出了新花样，有大型航司推出敬老机票储值卡，供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旅客购买。用这张卡订票，可以全年不限次数，以固定超低票价购买机票，相当于让长者们飞到赚到。当然，以上优惠各家航空推出的时间、地点不一，很难永久存在，所以长者们在计划旅游时一定要主动多方询价。您可以直接打电话给航空公司的客服专线，询问是否有老年人折扣，或者留意航空公司官网和社群媒体上发布的促销讯息。此外，也可以向旅行社或线上订票平台咨询，有些平台会汇总各家航空的银发优惠，帮助您找到最划算的选择。总之，千万别害羞开口问长者有没有优惠，
这一句话可能替您省下数千元的旅费。航空公司不主动说，无非是希望您按原价买单，但只要您提了，他们往往不会否认已公开的优惠政策。一旦掌握这些隐藏票价，您就能用更亲民的价格飞往世界各地，把省下的钱用在旅途的吃喝玩乐上，岂不美哉？8. 全程关怀服务，长者出行无后顾之忧。除了上述那些实实在在的优惠与权益，其实更大的安心在于，当您年过60再出门远行，整个旅程都有人随时准备在旁协助您。这可能是航空公司不会直接宣传的一点，但却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保障。比如说，许多长者第一次单独飞长途时，最担心转机，万一我在中途转机的机场找不到登机门怎么办？别怕，只要您在出发前向航空公司说明需要中转协助，他们通常会安排地勤人员在转机地的下机口举牌等候，引导您前往下一班飞机的登机口。有些机场幅员辽阔，工作人员甚至会开着电动车接送行动不便的长者，确保您不会迷路或错过航班。同样的，在目的地机场，如果您需要有人陪同，直到接机的亲友现身，也可以事先提出申请。航空公司往往能够安排1对1的协助，扶您提您，直到把您安全交到家人手中才离开。另外，如果您实在不放心长辈独自飞行，其实还有一个贴心秘诀，许多机场和航空安检部门允许家属申请登机口陪同证，也就是说，您的子女或亲友可以在出发地办理特别手续，获得一张通行证，陪您一起通过安检，在登机口候机，直到您顺利上飞机为止。这项措施原本是为了照顾需要特别协助的乘客，例如未成年人或行动不便者，长者当然也包含在内。虽然各国机场规定略有不同，但不妨向航空公司询问看看，我家人可以申请陪我到登机口吗？只要条件允许，航空公司多半乐于提供这项方便。这意味着您的家人在您起飞前最后一刻都能陪伴左右，替您处理手续，拿行李，确认您安顿入座，让您更添安心。最后，我们也要谈谈长者乘机的一个常见疑虑，年纪太大会不会被航空公司拒载？有些长辈听闻传言说，超过某某岁就不能坐飞机，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依据各国民航规定，目前并没有硬性规定旅客的搭机年龄上限，也就是说，即便80岁、90岁高龄，只要身体状况允许，都有权利像年轻人一样自由飞行。航空公司不会平白无故拒绝售票给高龄乘客，更不会因为您年长就不让您上机。当然，出于安全考量，某些航空公司会对极高龄的旅客要求提供医生的健康证明，或请您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例如，有的航空规定75岁以上需有72小时内的体检证明，80岁以上需有家属陪同等等。这些措施并非禁止您搭乘，而是为了确保您的健康状况适宜飞行。如果航空公司在您订票后有这方面要求，他们会直接通知您提供文件，并非私下隐藏的陷阱。所以长者们尽可放心，只要在医生评估下适合出行，就大胆的订机票吧。年岁从来不是问题，心态年轻才最重要。反之，航空公司更希望您能多搭乘飞机去旅行，因为银发族往往有充裕的时间与积蓄，是他们欢迎的贵宾呢。纵观以上8大隐藏权益，可以看到银发族其实拥有比想象中更多的便利和优待，只不过航空公司不说破，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结语：别再认为坐飞机是年轻人的专利，也别以为上了年纪出门就处处受限。相反地，航空旅途中属于长者的贴心安排随处可见。重要的是调整心态，勇于提出需求，并善用资源。当您踏入机场的那一刻起，就记得自己拥有优先服务的权利，可以不排长队，可以有人搀扶，可以坐得舒适，可以减免费用。一旦上了飞机，更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必要的照顾，享受飞行带来的乐趣，而非折磨。航空公司不想让您知道的，我们现在都知道了。那些省下的金钱与体力，都是对您多年辛勤的奖励。人生海阔天空，60岁之后仍有无数旅途等待着您去探索。现在就更新您的旅游攻略，充分利用这些秘密权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天空之旅吧。安全、舒适又经济，让您的晚年旅程处处充满惊喜与收获。祝所有长者朋友乘机愉快，乘着知识与勇气的翅膀，
自在翱翔天际。